有一种化学反应真的很难让人忽视。当一个女生身边同时出现两个高大帅气、气质完全不同的男生，会是什么感觉？如果这个女生是翟依莹，而站在她身边的又恰好是梁思伟和刘宇航，那么答案可能只有3个字：太养眼了。最近回看《昼以继夜》第1季，不少观众都会被这样一个细节吸引。翟依莹、梁思伟和刘宇航3个人的气质完全不同，可是，一旦同框，画面却莫名其妙变得特别有故事感。尤其是那些眼神、表情，还有人物之间若有若无的距离感，真的很容易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那么问题来了，翟依莹和梁思伟的感觉更有火花，还是和刘宇航站在一起更有 CP 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昼以继夜》第1季里这个让观众反复回看的特别组合。首先，我们必须说到翟依莹。在这部作品里，她的存在感其实非常特别。她不是那种需要一直用夸张动作来吸引观众注意力的角色，很多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微表情，甚至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就已经能够把人物的情绪传递出来。而这也正是她和2位男演员同框时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当3个演员的气质放在一起，产生的并不是一种完全相同的感觉，反而是反差。翟依莹给人的感觉更加灵动，也带着一种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保护欲的气质，而梁思伟的存在感则明显更加沉稳。2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画面很容易出现一种奇妙的平衡，一个灵，一个稳，一个更加细腻，一个更加直接。于是，很多原本普通的互动，在镜头语言的加持下，就会突然多出一点暧昧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并不一定意味着演员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恰恰相反，真正让观众觉得好看的是角色之间的化学反应，这也是短剧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的原因之一。节奏快，情绪浓，人物之间的距离又经常被镜头放大，一个对视可能只有几秒，但观众脑海里已经自动脑补出了一整段故事。而梁思伟和翟依莹的组合就是这种感觉非常明显的一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安静的画面里，2个人并不需要说很多话，只要站在同一个镜头里，就已经能够形成视觉上的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所谓 CP 感，有时候真的不是靠台词堆出来的，而是靠演员之间的节奏。一个人的眼神慢半拍，另外一个人的反应刚好跟上；一个人靠近一点，另外一个人没有马上躲开。这些非常细小的变化，反而最容易让观众产生感觉。但是，如果说梁思伟和翟依莹的组合偏向于温柔和稳定，那么刘宇航和翟依莹之间的感觉就完全是另一种路线。刘宇航本身的存在感比较强，所以当他和翟依莹同框的时候，视觉重心会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2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身高差和人物气质的反差，很容易让画面产生一种偶像剧式的感觉。一个高大，一个灵动，一个气场比较强，一个更加轻盈。这种反差本身就是非常容易制造 CP 感的元素，而且越是这种差异明显的组合，越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奇妙的想象。你甚至不需要他们做什么，只要2个人站在那里，观众就已经开始讨论，到底谁和翟依莹更搭？到底哪一组更有火花？到底是梁思伟的温柔更让人心动，还是刘宇航的强烈存在感更让人无法移开视线？这也正是《昼以继夜》第1季很有意思的地方，它并不是只有一组人物关系，整部作品围绕不同都市女性的情感与人生展开，并形成了多条人物线。刘宇航、翟依莹、梁思伟等演员的组合也因此产生了不同风格的互动。公开资料显示，《昼以继夜》第1季由刘宇航、翟依莹、梁思伟、张婧仪、卡荣、谭妍妍等主演，作品以3位都市女性的故事为核心。所以，如果单纯把它看成一场帅哥美女同框大会，其实还是低估了这部短剧。真正吸引人的是人物之间那种不断变化的关系，而翟依莹恰好成为了其中非常容易被观众记住的存在。回头再看她和梁思伟的画面，你会发现一种很舒服的节奏，他们不需要一直制造冲突，很多时候越是平静的互动，越容易让人觉得自然。这种自然感对于 CP 来说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真正让观众觉得有感觉的，不一定是轰轰烈烈，有时候反而是一种非常生活化的感觉。站在一起很自然，说话的时候很自然，看向对方的时候也很自然，甚至连沉默都不会显得尴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 CP 即使没有特别夸张的名场面，观众依然会记住他们。因为所谓化学反应，并不是演员刻意表现出来的，而是观众在镜头里感受到的。再来看刘宇航和翟艺莹，这一组最大的优势就是视觉反差。当两个气质不同的人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镜头自然会产生层次。尤其是两个人身高差比较明显的时候，很多简单的场景都会突然有一种偶像巨制感。这也是为什么网上不少观众会反复截取他们同框的画面，不是因为画面发生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因为那种感觉很容易被记住。而这三个演员放在一起，又会产生更加有趣的效果。翟艺莹在中间，两边是不同风格的男演员，一个偏稳，一个偏强，于是观众自然就会开始站队。喜欢温柔路线的人会更容易被梁思伟吸引，喜欢强烈反差的人则可能更喜欢刘宇航。这其实就是娱乐内容最有意思的地方，没有标准答案。你喜欢谁，往往取决于你更喜欢哪一种情感氛围。有人喜欢细水长流，有人喜欢强强对话，有人喜欢成熟稳定，有人则喜欢高颜值加上强烈的视觉冲击。而翟艺莹恰好能够在不同的组合里呈现出不同的感觉，这也是她在《昼以基业》里比较特别的一点。她不是被某一种固定 CP 感完全定义的演员，当她和不同演员合作时，画面的气质也会跟着变化。这对于演员来说，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优势，因为观众看到的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不同人物之间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更有意思的是，随着《昼以基业》第一季播出之后，关于几组 CP 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到了第二季，演员组合还出现了变化。公开资料显示，第二季中朱晓雪接替了第一季翟艺莹的位置，而刘宇航和梁思伟依然出现在演员阵容中。也正因为如此，第一季里翟艺莹与两位男演员之间的画面就更加容易被观众当成一种特别的回忆。毕竟有些组合一旦变化之后，才会让人突然意识到，原来那个时期的同框真的很难复制。所以如果现在重新回看第一季，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初觉得普通的镜头，现在再看反而多了一层怀旧感。翟艺莹站在两个高大帅气的男生中间，三个人的身高、气质和表情形成非常明显的视觉反差，没有必要刻意制造暧昧，仅仅是一个镜头就足够让观众产生联想。这就是镜头里的化学反应，它不一定来自现实，也不一定意味着演员之间真的存在什么特殊关系，它更多来自角色、表演、镜头和观众情绪共同创造出来的瞬间。而对于娱乐节目和短剧来说，这样的瞬间往往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因为观众真正记住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完整的剧情，而是某一个眼神，某一次靠近，某一个三人同框的画面，甚至只是一个很短的笑容。多年以后再回头看，还是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他们真的很有感觉。所以最后我们把问题留给大家，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次，你觉得翟艺莹和梁思伟更有 CP 感，还是翟艺莹和刘宇航更有火花？是梁思伟这种沉稳温柔型更戳你，还是刘宇航这种高大强烈型更让你心动？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如果是梁思伟和翟艺莹，就打出梁翟；如果是刘宇航和翟艺莹，就打出刘翟。看看评论区到底是哪一组更受欢迎。不得不说，《昼以基业》第一季留下的这些同框瞬间，确实很难让人忘记。三个人不同气质，不同氛围，不同化学反应，但共同点只有一个，真的太养眼了。而这或许就是观众为什么到了现在依然愿意回头重温这些画面的原因。有些 CP 是剧情安排出来的，有些 CP 是观众磕出来的，还有一些 CP 则是演员站在一起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故事。翟艺莹、梁思伟和刘宇航显然就是让人很容易产生这种感觉的一组。
你心里的答案又是哪一组？欢迎留言告诉我们。